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时刻？一件事情摆在眼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决定都觉得不对。这时候你会去翻书吗？400年前有一个人把这个问题想得比我们透得多，他叫冯梦龙，明朝末年最会讲故事的一个读书人。他翻遍了从先秦到明代上下2000年的正史、笔记、杂传，从里头挑出了1238则古人遇到难题怎么决断的故事，分门别类编成一部大书，取了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就叫智囊。智慧的智，口袋的囊，一个专门装古人智慧的口袋。冯梦龙说，人有智，由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人没有智慧，就跟一块不会长庄稼的焦土，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没两样。这部书里有孔子怎么判一个棘手的案子，有诸葛亮怎么空城退兵，有狄仁杰怎么保住大唐江山，也有市井里一个老农妇3言2语化解了一场家族大争执。今天20分钟，我带你打开冯梦龙这个智囊，看古人究竟是怎么想事情，怎么下决定，怎么用一个漂亮的智字把眼前的死局一一活过来。先说说这本书《智囊》，明代冯梦龙编，出编于明天启6年，西元1626年。那年他已50多岁，后来他自己又增补了一次，重编成《智囊补》，全本共28卷10部，收历代智谋故事1238则。要先把一件事说清楚，冯梦龙是编者，不是作者。书里的故事多半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唐韶言》这些正史和前人笔记里集来。冯梦龙把它们重新剪裁，分门别类，配上自己的暗语点评，组成这么一部明代版的古人智慧懒人包。所以你读智囊看的是2层，第一层是古人原本的故事，第2层是冯梦龙站在明末这个视角，告诉你这个人聪明在哪里，这个事可以学什么。冯梦龙是谁？他是明末苏州人，3言、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者，是那个年代最懂市井，最会把故事讲给普通人听的一位文化人。他编智囊，不是要当帝王师，是想让寻常读书人、做事的人遇到难题的时候，有一本书可以翻一翻，看看古人是怎么处理过去的。智囊全书分10部，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节智、语智、兵智、诡智、杂智，从帝王将相的大决断，到诡谲巧妇、市井小民的小机锋，无所不包。冯梦龙说，天下无愚智，天下事没有用不上的智慧，只看你有没有那双能视它、用它的眼睛。智囊要讲的智，这到底是什么？冯梦龙在自序里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智用于人，由水行于地。智慧用在人身上，就像水流在地上一样，地势哪里低，哪里有坑，水就往哪里去，把它填满。同样的，人世哪里有死结，哪里有难处，智慧就应该流到那里，把那个结解开，把那个难处填平。这句话一听简单，其实是冯梦龙对智的整个定义。智不是聪明，不是算计，不是耍小手段，智是一种能对着问题流动的能力，遇水绕，遇山转，总能找到那条最少伤害、最让事情成的路。所以智囊全书1000多则故事，讲的都不是谁最会背书，谁最会考试，而是一个人在一个具体的麻烦的局面里，他怎么看，怎么想，怎么下手，最后让一个眼看要崩的局面化险为夷。冯梦龙把这种智分成10类，从最高的上智见大开始，往下排到最末的杂智小慧。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挑其中6部
上制、明制、察制、胆制、术制、鬼制、杂制合一，各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带你亲眼看一看古人的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先从最高层次的上制部说起。上制部第一卷的题目就2个字：见大。什么叫见大？冯梦龙的意思是，真正的大智慧不是看眼前，不是算小账，而是能看见一件事更深更远的那一层。上制部里有一个故事叫子产不毁乡校，出自《左传》。春秋时候，郑国有个了不起的执政大夫，名叫子产。当时郑国的人最爱在一种叫乡校的地方聚会，那是民间的学社，大家平时在那里读书议事，可一议事，难免就议到朝政。这个官做得不好，那个政策有问题，七嘴八舌，骂得很难听。郑国有个大夫叫冉明，跑来跟子产说：“把乡校拆了吧，这些人天天在那里非议朝政，影响太坏了。”子产摇摇头，讲了一段千古名言。他说：“何必拆？人家白天忙完了事，晚上到乡校聚一聚，议论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说好的，我就继续做；他们骂的，我就改过来。这些议论正是我最好的老师，怎么能拆呢？”子产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毁乡校，不拆它。”冯梦龙把这个故事放在智囊上制部的最前面，是因为他示范了什么叫见大。一个短视的官员看到有人骂他，第一反应是把嘴堵上；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看到有人骂他，第一反应是把这些骂声当成校正自己最宝贵的镜子。一个能听得进反对意见的执政者，他治下的国家才走得远。从上制的见大，我们走到第2步明制。明制讲的是明于世人，明于知识。智囊明制部里有一则故事，主角是大唐宰相狄仁杰。那是武则天当朝的时候，武则天从李唐手中夺了天下，自立为帝，国号改成大周。他到了晚年要选继承人，心里头其实摇摆的厉害。一边是自己的亲儿子李显、李旦，姓李，是大唐的血脉；一边是他娘家的侄子武三思、武承嗣，姓武，是他武家的血脉。立谁？这是足以决定整个帝国走向的天大难题。当时朝中无人敢碰这个话题，怕惹祸上身。只有狄仁杰几次三番站出来，劝武则天立儿子。狄仁杰没有跟武则天讲大道理，讲忠君，他只问了一句最厉害的话：“陛下，您想想，立儿子，将来100年之后，您是儿子的母亲，太庙里儿子代代供奉着您这位母亲。立侄子，您听过哪个皇帝把姑姑供进太庙的？”这一句话没有一个字提忠诚正统，全在替武则天本人的身后之名打算。武则天听完，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叹了口气，把流放在外的儿子李显召了回来，立为太子。大唐的江山这才没有改姓武。冯梦龙把这个故事放在明制部，暗语里赞他以一言而存唐，一句话就保住了一个王朝。狄仁杰的厉害不在他能讲多么漂亮的大道理，而在他能看穿一个人。他看穿了武则天最在乎的不是江山姓什么，而是身后有没有人祭祀他。能看穿人心要什么，这就是明智。看穿了人心，下一步是怎么跟人相处。智囊第3步叫察智。察是观察，是觉察，看清局面，也看清自己。察智部里有一个故事，主角叫娄师德，也是武则天朝的一位重臣。娄师德这个人有一个出名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要去赴任了。临行前，这位老兄弟特地来向哥哥辞别。娄师德很认真地问弟弟：“你想过没有，我们兄弟啦，现在一个在朝中位高，一个在外封疆，这个世道，多少人在背后等着看我们倒霉？将来要是有人来寻你的不是，你打算怎么办？”弟弟拍着胸脯说：“哥，你放心，就算有人吐我一脸口水，我也不还口，自己擦了就是。”
娄师德摇摇头，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弟弟，你错了，人家吐你一口水是冲着你来气的，你伸手把它擦了，就是嫌它脏，嫌它做的不对，这口气他还是出不来，你应该怎么办呢？”唾，自干儿，人家唾你，你连擦都不要擦，让那口口水自己在你脸上慢慢潜掉就好了。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唾面自干这个成语的来历。第一次听会觉得这个娄师德也太憋屈，太没骨气了吧？慢慢琢磨，你才会明白他真正的意思。在一个权力倾夸、人人盯着你错处的位置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赢一口气，而是保住一条命，把该做的事做下去。娄师德教弟弟的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事大智慧，把那些跟事情无关的嫌弃，全让他在自己脸上自己前掉，剩下的力气留给真正要紧的事。冯梦龙把这则故事放在茶质部，意思很清楚：能容能忍，能让那口嫌弃自己前掉的人，才是真正看清了这个世界的人。看完了容人，我们再看胆识。智囊，胆质部，讲的是危难之际，财色当前，那一份不动心的胆魄。胆质部里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故事，叫裴度还贷。主角是中唐名相裴度。年轻时的裴度还没做官，家境也很普通。有一天，他去香山寺里进香，无意中在寺里的长廊上捡到了一条极名贵的玉带，旁边还有2条金带。在那个年代，这几条带子足以让一个穷书生一辈子衣食无虞。裴度没有动心，他想，这么贵重的东西掉了，主人必定急得要命。他没走，把袋子收好，就在原地等。果然，没多久，一位妇人哭哭啼啼地跑回来，说自己的父亲含冤入狱。他正是要拿这几条带子去打点官府，救父亲的命。谁知半路在这寺里解开包袱，竟把带子忘在了这里。听完，裴度二话不说，把袋子原封不动全交还给了那位妇人。妇人连连磕头，要记下他的名字，要谢他。裴度只摆摆手，一个字没留，转身就走了。后来，裴度连中科第，官至宰相，辅佐唐宪宗开创了元和中兴，平定淮西，是中唐有名的贤相。冯梦龙在这则暗语里写，胆智不是敢打敢杀、敢拼敢吵，真正的胆智是在天大的欲惑面前，那双手能稳稳地把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放下，能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对着3条金玉良带心如止水的那种人，将来把整个天下交在他手里，你才敢放心。前面讲的都是正面的智慧，可智囊里也有一些机锋非常的故事。冯梦龙把它们放在术智部。术智讲的是手段，是计谋，是在那种你死我活、不留你一条活路的局面里，怎么为自己、为家人安全的谋一条退路。术智部最有名的一则叫姚崇遗迹，主角是大唐开元名相姚崇。姚崇病重，临终之前把几个儿子叫到床前，留下一段话。他说：我这一辈子跟另一位大臣张悦政见不合，明争暗斗了大半辈子。我死了之后，他必定要报复我们姚家。可张悦这个人有一个毛病，爱收藏古玩字画，眼睛里见不得好东西。所以爹死了之后，你们要这么办，把家里所有最好的古玩字画全摆在灵堂上。张悦来吊丧，他若是只看一眼就走，那姚家就完了，你们连夜逃命。他若是驻足看得入神，你们就把那些古玩全部送给他，请他替我写一篇神道碑的碑文。这篇碑文一写，姚家的死活就保住了。果不其然，张悦来吊丧，看到那一桌子的古玩，眼睛就直了。姚家的儿子们依计，把古玩全送了过去，求他写碑文。张悦推辞不过，回家写了一篇极尽赞美的碑文。写完送回来，姚家立刻拿着碑文请皇帝过目，刻石立碑，白纸黑字，连张悦都亲手写下了姚崇是大唐第一贤相。从此以后，张悦再想动姚家，自己先打了自己的脸，再也下不了手。
这就是术智。冯梦龙说，姚崇人都死了，还能算到对手的软件，替自己的家人留下一条活路。这份算计虽然带着一点讥讽，可在那个你不算计人，人就算计你的官场，这正是一个父亲能留给儿子最大的庇护。从深谋远虑的术智，我们再看一种完全不同的智慧——节制和语智。节是快，语是化。这两步讲的是一个人在突发紧迫的情况下，脑子转得多快，话接得多漂亮，往往一句话就让一个眼看要崩的场面瞬间翻盘。智囊节制部里有一则故事，讲南北朝时某城被敌兵围困，城中粮尽，眼看就要破了。守城的将领急中生智，命令士兵把仅剩的一些粮食蒸成热腾腾的馒头，整整齐齐摆在城楼上，自己脱了战甲，换上一身宽松的长衫，在城楼上慢慢踱步煮茶，一副闲适到家的样子，远远地让城外的敌将看见。敌将远望，心里犯了嘀咕，城里都这个样子了，粮食还这么充足，主将还这么悠闲，这城怕是还能守上1年半载，强攻怕是有飒。犹豫了一天，竟真的撤兵退去。一座本来必破的城，靠主将临危那一份从容，靠那几气热馒头，捡回了一条命。这就是节制。语智部里也有不少类似的故事。汉宫里某位才女被权贵当众刁难，临危辞变，几句话把对方的气势体面全给打回去了。冯梦龙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是要告诉你，很多时候救你的不是你身上多大的力气，不是你手里多少兵马，而是你脑子转得多快，嘴里那句话接得多巧。在一个突发的场面里，能不慌，能想，能接出那关键的一句话，这份节和语，就是日常生活里最用得上的智慧。最后，我们看智囊末尾的2部，诡智和杂智，这也是冯梦龙最特别、最有人情味的2部。诡智讲的是诡阁中的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寻常妇人，她们的智慧往往不在朝堂上，不在沙场上，而在一个家里。一场争执，一个眼看要散的局面，被她一句话、一个动作悄悄地缝合起来。书里有一则故事，讲某家妯娌不和，要闹分家，闹到不可开交。家中最年长的一位老妇人没骂任何一个人，只是慢慢地把全家老小喊到一起，讲了几句小时候的旧事，讲当年公婆怎么省吃俭用，怎么一针一线把这个家撑起来。一席话讲完，满桌人全红了眼眶。第二天分家的话谁都不再提，一个家就这样被一位老妇人轻轻地保住了。杂志部讲的是市井里那些不入流的小聪明，一个卖药的老叟，一个耕田的老农，他们没读过什么书，可一遇到事总能想出个又快又巧的法子，让对手吃落把亏，让自己全身而退。冯梦龙把这些上不了大雅之堂的小智慧郑重其事地收进智囊最后一步，背后是一个很温暖的判断：智慧从来不是读书人的专利。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一个诡阁里的妇人，他们也有他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智慧，而且常常比那些饱读诗书的人还要管用。好，智囊这部书，我们从上智的见大一路走到了杂志的小慧。看完这么多故事，我们回头问一句：冯梦龙编这本书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他真正想说的可能就一句话：真正的智，这不是比别人聪明，而是对着事情能想得更深、更远、更圆。子产的见大是看穿一句骂声背后是民心，狄仁杰的明智是看穿一个帝王心里最深的牵挂，娄师德的察智是看穿那口闲气根本不值得计较，裴度的胆智是看穿一条金带背后另一个家庭的眼泪，姚崇的术智是看穿对手最致命的软肋，城楼上那位将军的节制是看穿敌人远望时的那一念犹豫，那位老妇人的贵智是看穿一家人心底未泯的旧情。所有这些智慧没有一个是算计人，全部都是看清楚，然后想清楚，然后做出那个最让事情成
人不伤的决定。冯梦龙在自序最后写：天下无愚智。天下的事，没有任何一种智慧是多余的，问题只在于你有没有那双眼睛去试它，用它。好，20分钟到了。下次当你也遇到一个让你左右为难的场面，记得想想智囊里的这些古人，他们未必比你聪明，可他们大多都比你更愿意先停下来，好好的看一看，想一想，再决定要不要动手。如果这一趟古人智慧的小旅程让你有所收考，记得订阅频道。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走进另一部宋代奇书《梦溪笔谈》。一位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把他一辈子见过的奇事、奇物、奇人，全写进了一本笔记里。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今天这几则故事，哪一则最让你有感觉？我们下集见。